大叔每次开车必须要带上一包白色粉末，等红绿灯就赶紧拿出来舔两口，说这东西能救命。吃饭时大叔只是喝了一碗汤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往汤里加了满满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饭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水里竟然也加了1勺。话说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决定尝一下，一口下去差点被送走，才知道这粉末原来是味精。同事觉得他有病，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脸傲娇，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自己喝醉后原本想去厨房弄一杯糖水，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，没想到却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来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说自己不仅没事，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还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他患有一种叫做布尔格氏的罕见疾病，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死，而自己20年来却没有事。他认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恶化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，检查发现他得了严重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还导致了糖尿病。也就是说，味精对他的病情不仅没帮助，反而还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须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叔表示，那这样自己的快乐就没有了。不过为了健康，自己会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让我们祝大叔早日康复吧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上班要随身带着一管绿色调料，没事就赶紧拿出了舔2口，说这东西能让自己变强壮。喝水也要挤上一管，摇一摇就变成了绿色的，接着一口闷了。吃饭时他只是在海苔上放了1勺这东西，朋友们却都避之不及，都不想吃，那只好自己吃了。看起来呢非常美味，很快老板又端上来一碟，才知道这东西原来就是芥末。老板说现在只要看见他来店里，就要提前准备芥末。说话间，他在生鱼片上又放了满满1勺芥末，整个吞了下去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说完全没有感觉。朋友觉得这可能是假芥末，决定尝一下，这也没什么呀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喝汤的自然也少不了芥末，那小魏挠一下就上来了。米饭也要来上满满1管，再加点配菜，一份绿油油的芥末拌饭就做好了，吃的那叫一个干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再后来呢，他吃的越来越离谱，直接在生肉上面抹芥末，说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样。朋友听说他喜欢吃生肉，还特意准备了生鸡肉，大叔也不客气，挤上芥末直接送入口中。大叔该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？果然，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比普通人低20%，所以他对于辛辣不敏感，而且还发现他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再吃下去的话就只能准备吃血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出门要先泡一杯薄荷味的牙膏水，杯子里挤入满满1管牙膏，加水搅拌一下，端起杯子一口就给干了，剩下的渣渣也不放过，搅拌一下又干了，一杯不过瘾，接着又泡了一杯。出门跟朋友聚餐去了，别人喝酒，他就喝牙膏水，喝完还必须啧一下，真是好喝又不上头。菜上也要挤入半管牙膏，直接当成了沙拉酱，那小魏的一下就上来了，他甚至连汤汁都要喝掉。牙膏在他手上除了不刷牙以外，什么都能做。洗澡就把牙膏当成沐浴露，而且必须要用薄荷味的，把牙膏涂满全身后，还要做个日光浴促进吸收，最后又挤了半管牙膏洗头。这一套下来就用光了3支牙膏，大叔却表示自己已经很省了。至于为啥要吃牙膏，大叔解释说自己曾患有哮喘，他认为新鲜的薄荷牙膏会帮助他康复。不得不说没文化是真可怕，这怎么可能管用呢？没想到啊，还真康复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收藏牙膏，各种品牌各种口味的应有尽有。但是他真的康复了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，牙膏中的化学成分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，皮肤状况也非常差。大叔之所以感觉良好，都是因为薄荷味牙膏带来的清爽错觉而已。现在必须停止吃牙膏，要相信科学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每天睡觉前，奶奶都要在被窝放一罐可乐，而且必须是常温的，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。衣橱里也全是一罐罐可乐。奶奶说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，喝完精神抖擞，神清气爽。对她来说，可乐是万能的，随时随地都要喝。织毛衣的时候来1罐，唱歌累了来1罐，就这样每天10罐，喝了40年，足足喝掉了15万罐可乐，这可把老伴累到不行。每天回家都要带上2提可乐。奶奶喝可乐有个特点，开盖后必须一口闷，然后满意的打个嗝，这就是她最享受的时刻，而且只喝常温的，说只有常温的喝完才会打嗝，因此可乐都会放在被子里保温。记者拿出1罐冰可乐给她，结果喝完奶奶连连摇头，还真就没打嗝。奶奶认为可乐就是灵丹妙药，和闺蜜聚餐还劝患有糖尿病的闺蜜喝1罐，闺蜜听得一脸无奈。至于为啥喝可乐，奶奶说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，反正就是喝完可乐就会带给自己无穷的力量。可以说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。按照惯例，大家还是带奶奶来做了全身检查，发现她的12指肠出现了溃疡，很多溃疡面都在反复发作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奶奶不禁担忧起来，以为是万能药的可乐竟然一直在伤害自己。医生表示不用过于担心，只要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好起来，所以说有病就得好好吃药，要相信科学。
小伙在大叔脸上闻了又闻，甚至连医生也忍不住闻了起来。只因大叔体味实在奇葩，他干活要随身带一瓶酱油，受伤后直接就用酱油涂抹，说可以消菌杀毒，防止感染。等红灯的时候，他又掏出了酱油，拿棉签蘸上酱油就开始掏耳朵，眼屎也要拿蘸过酱油的棉签清理。回家后，只见他厕所里也摆满了各种酱油，甚至还有料酒。大叔说自己是干性皮肤，每天都要仔细护肤，挤点乳液，再倒点酱油混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往脸上涂了，甚至连脖子都要抹均匀，拍打拍打，促进吸收。瞬间整个厕所都弥漫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。这还没完，他又用酱油兑水，直接拿鼻子喝了起来，说是可以清洁鼻腔。你还别说，这么一套下来，大叔整个人都变得很有精神。大叔还偷偷告诉记者一个护肤秘诀，那就是白天要用生抽，晚上用老抽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小伙决定尝试一下，把乳液和酱油混合在一起，按照大叔的手法涂在了脸上。看得出来他很后悔。可奇怪的是，一个用了10年酱油的人，却从来不吃酱油，这又是为啥呢？大叔表示自己有糖尿病，所以不能吃太咸，而且糖尿病发作时，皮肤都会开裂。小时候看到父亲都是用酱油来涂抹伤口，自己也就学着在伤口上抹酱油。没想到啊，效果还不错，伤口很快就愈合了。从那以后就开始一直使用。但还有一个原因，大叔没有明说，那就是因为自己长期使用酱油，浑身散发出浓烈味道。就是因为这个味道还找到了老伴，老伴非常迷恋这种体味，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最后还有个问题，往身上涂酱油真的没伤害吗？检查发现，大叔的皮肤状况竟比同龄人要好很多。医生说酱油中确实含有很多有益元素，就比如抗氧化剂和乳酸，长期使用的话，确实对皮肤有一定好处，但还是建议少用，毕竟味道不是很好闻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大妈端着刚熬好的牛骨汤进了厕所，直接用骨汤洗脸。她说必须要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，这样对皮肤才好。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洗完脸后，她竟把生牛肉当面膜，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，血水还不停往下滴，用完也不浪费，直接吃掉。最急的人是她妹妹，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，容易引来非议，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，去医院检查发现身体还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。但他并不在意，反而还让记者也试一试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，边涂边问记者感不感动。完事还让记者尝一口，记者含着生肉，迟迟不敢往下咽，因为每天吃新鲜牛肉开销太大，他没事就要去餐厅打工，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。老板看到也不敢说什么。下班后他来到海鲜市场，这又要干啥呢？只见他选了一条鱼，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抱起来就啃，不一会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。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？大家带他来到医院，结果在肠道里竟然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绦虫，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，还告诫他为了健康不能继续生吃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吃面包要提前准备2包纸巾，因为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，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吃起了热狗，一口下肚，果然眼泪刷刷的下来了，就跟演戏一样，而且越好吃流的越多。吃米饭不会流泪，吃炸鸡就会流，这都成了一种指标。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，根据流泪情况判断食物是否美味。更奇葩的是，小哥吃东西只有左眼会流泪，而伤心想哭的时候就换成了右眼流泪，2只眼睛分工明确，你就说神不神奇吧。据他妈妈说，他从出生就这样，2只眼睛很少有同时流泪的情况，如果有的话，那就是一边在伤心一边在吃东西，2只眼睛就都会流泪了。反正医院也去了，都没发现什么问题，医生认为是属于神经类的问题。接着在他眼睛上贴了2张试纸，再让他吃下2块糖果，紧接着试纸就湿了，试纸显示他眼睛流出来的其实是口水。医生说这是一种叫做鳄鱼眼泪的疾病，是由于面神经麻痹，唾液神经和泪腺交织在了一起。确切的说，眼睛流出来的应该是口水，但对健康没太大影响，可以不用管它，只是有点恶心而已。小哥本人觉得这还挺好的，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，供大家一乐也不错。他从不买菜，天天却有吃不完的蘑菇，他却怕到不行，因为自从搬进新房后，房子竟然开始长黑色蘑菇，一天就能长高半米，到了晚上还会化成一滩黑水，看着非常瘆人。拔掉后隔天就会重新冒出来，还越长越多，业主直接被吓哭了。把地板拆开才发现，情况比想象的还可怕，蘑菇就长在卫生间墙角。大概1个月前，墙角第一次长出蘑菇，当时他也没在意，直接拔掉了。但没过几天，这种长相古怪的蘑菇再次冒了出来，而且越来越多，直到最近这次，一下子竟然长出了7、8朵，甚至其他地方也开始长。卫生间吊顶上尤其严重，蘑菇白天是白色的，一旦到了晚上就变黑，还流出黑色液体，看着实在诡异。他找来物业处理，把地板拆开后发现，下面不仅异常潮湿，而且黑黢黢的一片。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具体原因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卫生间防水没做好，有明显的渗水现象。接连4次长出蘑菇，还一次比一次多，自己住着实在不舒坦。王女士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，开发商却一口咬定是王女士自己的问题，死活就是不给退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她找来了节目组，
现在当务之急是先确定这蘑菇有没有毒。于是记者找到了菌类专家，才知道原来这种蘑菇叫做墨汁鬼伞。专家表示，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惊悚，但蘑菇是可以吃，不过要在幼嫩的时候才可以，但最好不要喝酒，否则会出现中毒现象。不过专家强调，只要是野生类的蘑菇，他都不建议食用。至于他家为何会接连长蘑菇，专家猜测木地板上应该有很多的孢子，孢子呢就相当于蘑菇的种子，再加上地板潮湿，刚好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合，于是就重新萌发生长了。要彻底解决王女士的心理负担，就要彻底解决墙角长蘑菇的事。专家建议，第一就要对地板进行更换和清理，第二要保持屋内干燥和通风。在记者的帮助下，他再次联系上了开发商，对方表示会彻底进行清理。目前呢已经对卫生间墙角进行了整改，原有的地板已经拆掉了，地基也进行了清理，之后会重新做卫生间的防水，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家里没人留长发，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，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把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，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摄像小哥才不信，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研究半天，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，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并不是头发，而是一种线头，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。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虚惊一场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。拿在手上，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金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金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你才是我的臭宝呀。大叔洗脸只洗半边，因为他的脸有点特别，小朋友看到都直呼太酷啦。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异常干燥，甚至连鼻子嘴巴也被一分为二。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，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燥起来。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吃起了烧烤，接着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出汗，你就说神不神奇吧。大叔说这现象是从1年前开始的，去年做了一场大手术，掀开衣服还能看到一道明显的手术疤痕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大家一起来到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乐观心态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这下大叔放心了，甚至觉得这还挺好的，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，供大家一乐也不错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不知道靠不靠谱。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，对吧？他们用摄像机对准深山中的一个狗窝，在远处的车里警惕地观察，拍到的画面让人后背发凉。这狗一到晚上12点就会神秘消失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锁扣非常结实，除非有人帮助，不然狗是无法自己打开的。但是家里人都问过了，没人打开过锁扣，这就很诡异了。大家决定安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，大家被惊醒，接着就发现狗妈妈又消失了，只留下了2只小狗仔。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只见它在狗窝附近徘徊了片刻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就消失在黑夜里。看着录像，大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动物专家反复观看录像，认为问题可能就出在链子上，这链子是有硬度的，只要将链子巧妙地旋转一下，就可以轻松地别开锁扣，只是这个旋转角度不好掌握。但很明显，狗妈妈已经可以熟练地找到这个角度，
很轻松就打开了锁扣。但现在还有一个疑问，他为啥每天晚上都要溜出去呢？大家仔细检查了他的出走路线，发现他每天出去是来这里吃狗粮，毕竟吃饱喝足才有精力喂养狗崽子，应该是本能驱使让他这样做。主人也很懂事，在每天的狗粮里又加了一盒罐头，换上了新的锁扣，这样他就不会在半夜消失了。酋长抓起一把泥土，根据土里蚂蚁的多少来寻找一种在这个季节才有的食物，这东西对他们来说比黄金还要珍贵，即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也要得到它。每次行动前还要进行一番奇怪的仪式，向丛林祈祷平安与成功。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他们来到一棵参天大树前，他断定这棵树上就有他们要找的美食。这树足足有40米高，需要6个人才能抱过来，这是个不小的挑战。但为了族人，他依然决定爬上去，砍下一根藤条，用力拧成绳子，把自己和树干牢牢捆绑在一起，这是他唯一的保护措施。刚开始攀爬速度很快，6米长的藤条在他手中灵活摆动，很快就爬到了10几米。这时树干开始变得湿滑，他拿出斧头挖出一些洞，当成落脚点，这就是他不断向上的基石。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看起来应该是抽筋了。长时间的攀爬，他早已精疲力尽，现在进退两难，只能挂在半空缓一缓。短暂休息后，看着妻儿期盼的眼神，他咬咬牙再次出发。他一鼓作气，树顶近在咫尺。与此同时，树下的搭档点燃了树叶，迅速把这堆树叶传送上去。这个是关键道具，树顶长满了苔藓，湿滑无比，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，一旦失足肯定粉身碎骨。他拿着这捆树枝，在树顶找了半天，来到一个树洞前，一边用浓烟熏烤洞口，一边用斧头砍。还没砍几下，斧头就沾上了一些神秘液体，他迫不及待品尝起来。看样子已经找到了，原来他们苦苦寻找的美食就是蜂蜜。当斧头沾上蜂蜜，就意味着快大功告成了。把洞口凿开，直接把手伸了进去，终于收获了第一块蜂巢。蜜蜂对他发起围攻，他也毫不在意，很快就装满了竹篮。蜂蜜对于他们来说异常珍贵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他把手上残留的蜂蜜也刮进了竹篮，地上的妻儿已经在咽口水了。他赶紧把竹篮传递下去。从天而降的这一整筐蜂蜜，让翘首以盼的家人们感到欣喜。对于一直将昆虫、荷叶草作为主食的他们而言，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蜂蜜，因此倍感甜蜜。此刻他也可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。这就是巴雅卡族人跨越生死的一餐。大叔每天来菜市场，却从不买菜，商贩们却开心得不得了，因为大叔是来抓苍蝇的，他一巴掌就能抓到5只，抓过的苍蝇足足装了4大袋。菜市场的苍蝇见了他都吓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引得商贩连连喝彩。看着只是简单的挥挥手，有个商贩觉得自己也可以，结果一只都没抓到。工作时，一只不知好歹的蚊子飞到了大叔身边，大叔慢慢靠近，苍蝇察觉不对立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已经出手，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大叔轻蔑一笑，表示这都不算啥。紧接着他表情严肃起来，眼神快速扫描，原来屋顶还趴着一只。大叔迅速丢出纸团，苍蝇瞬间成了肉泥。大叔对蚊子恨之入骨是有原因的，都是因为13年前的一件小事。当时正在和客户谈合作，没成想菜里竟然出现了一只死苍蝇，客户愤然离去，20万元的订单也随之丢了。仅仅因为一个苍蝇就损失了20万。大叔越想越气，发誓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绝对不允许有苍蝇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训练自己的反应力，苦练抓银龙抓手，对着树练习7伤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就这样练就了100%空手抓苍蝇的绝技。1年时间内抓到的苍蝇装满了4大袋，还把苍蝇做成了标本，就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它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现在大叔还开了一个昆虫消杀公司，只要别人一个电话，他就会带着员工上门抓苍蝇，一边用扑蝇器，一边大叔徒手抓。结果扑蝇器还没有大叔的效率高，不得不说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。母亲在荒漠搭建帐篷，用来圈养11岁的女儿，每天强制喂食30碗米饭，如果反抗就会被母亲绑起来，甚至还在食物里添加不明液体，说是对女孩好。记者看到都大吃一惊，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因为当地有个奇葩习俗，以胖为美。这里大部分地区都很穷，女孩基本在15岁之前就结婚了，女儿尽快出嫁，意味着少一张嘴来养活，而且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。虽然这个女孩才11岁，连她都觉得自己就应该快速长胖，赶紧嫁出去，这才是对家庭做贡献。母亲会专门搭建一个帐篷圈养女孩，他们的口号是管住腿张开嘴，目的就是长膘。她现在体重78斤，喂养结束后要达到160斤才算合格。整个过程一般需要持续好几个月，每天早上要先喝1盆加糖的骆驼奶，再吃掺了黄油的玉米糊。女孩需要2个小时内把所有的食物吃掉，大约摄入3000卡路里，相当于10碗米饭的热量。这仅仅只是早餐。记者翻开杂志，让女孩们了解其他国家美的标准。女孩看到苗条的模特都觉得不好看，说女人应该有肚子才好看，她们都坚持认为男人喜欢胖的。记者找到当地男人求证，男人说妻子越胖，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。接着男人还对记者的身材评论了一番，说记者只是徒有虚表，身材不太行。很快到了午餐时间，
这顿饭他们需要再摄入4000卡路里，再加上晚餐，他们就要吃够9000卡路里，这相当于30碗米饭的热量。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下，和女孩吃一样的早餐，结果吃了1/3就吃不下了，只能出去散步消食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还发现了更夸张的事，在另一个增肥营里面被喂养的女孩大多都在10岁以下，在这里用牛奶和燕麦喂养，目的是撑大女孩的胃，为之后的喂养做准备。女孩在监视下必须要吃完，有的女孩边吃边吐，母亲却并不在意，甚至会在食物里添加增肥的药物，吃了让人昏昏欲睡。记者看了下药品说明，大吃一惊，这分明就是违禁品，根本就不靠谱，但市场上却随处可见。据了解，这种药确实有增重效果，副作用同样严重，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。即使这样，也不能阻止女孩继续服用。在以胖为美的毛里塔尼亚，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审美，女孩没有选择的权利属实悲哀。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却怎么都擦不干净，也不是爱干净，是因为最近换了窗户后，玻璃上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纹路，纹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指纹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换了窗户，这指纹仍会重新出现，因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里，难不成真的有什么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吗？装个监控看看吧。一夜过去了，怪物没出现，却出现了更怪的事，指纹凭空消失了。大叔却并不惊讶，说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纹就会消失，反之阴天指纹就会很明显。大叔说再等等吧。来到傍晚，这指纹果然准时出现，有人怀疑是傍晚室内外温差变大，从而在玻璃上出现的冷凝现象，但这东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现在这一块窗户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现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去找卖家咨询，卖家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最后说可能是厂家用吸盘搬运玻璃中留下的痕迹。大家又来到玻璃厂家，果然就看到了这种搬运玻璃的专用吸盘，吸盘也确实会在玻璃上留下痕迹，但这种痕迹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样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厂长解释说，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，大家隐隐感觉这层油纸可能就是谜团的关键。带着油纸找到专家，专家分析半天，又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。总之结论就是，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。刚开始纹路还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环境中存放时间一长，这纹路就会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难擦掉的。工厂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会把这种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点的窗户玻璃。恰巧大叔买的窗户玻璃就是用这种瑕疵品做的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。至于这纹路在晴天时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。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这下不用再换玻璃了。他给自家小香猪带上计步器，又装了个节食背带，准备给猪减肥。这只小香猪几个月就长到了180斤，两个男人都抱不起来，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还长出了3下巴。本来是个迷你猪，结果现在一对比，主人变得很迷你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，就闪到了腰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带他来到废品站，用这里的地磅来称重，整整180斤。这还是迷你小香猪吗？不是说好的长不大吗？想到当时卖家承诺的假一赔10，主人联系卖家售后，卖家表示可以赔10倍。首先把货退回来，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对啊，我这不就成养猪的了吗？毕竟养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有感情了。主人决定给他减肥，带上计步器，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。刚走了2步，他就躺下了。本以为他至少能走30分钟，结果他要休息30分钟，看来运动不适合，只能让他少吃点了，用食物引诱他运动。结果主人却累瘦了。最后主人想到了一个绝招，给他制作了一个节食背带，前面吊上一根他最爱的胡萝卜。你别说，效果不错，他走路积极多了。几天后再次上称，减肥效果十分显著，整整减掉了半斤，而且很可能是上称前那坨便便的重量。用仪器一测，他的体脂率超过了85%。医生擦了擦口水，说这种猪吃起来很香，而不是这猪是很难减肥成功的。但主人并没有放弃，表示会一直陪他减肥，希望他能变回迷你猪。大妈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都封了起来，又在客厅放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24小时开着，说是为了保命。因为他家天花板一直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把天花板上的孔洞封死后，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不得已装上了4台净化器，但并没什么效果。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用设备分别检测了天花板和厨房，数值都很正常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。大妈说这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数值超过了34。要知道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一看，原来这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。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飘出来的，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，让他误以为是天花板上传来的。
大妈只是再加重了一个盆栽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。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，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，10多天就长到了3米。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顶端，一夜过去了，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。据大妈介绍，这盆栽大有来头。前段时间她做了个手术，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植物送给了她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，认为她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精心照料，浇水都用山泉水。刚开始她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10多天竟然疯长到了3米。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。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，名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。据说每30年才会开一次，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。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，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。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，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，那就是一旦开花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。大妈显得很伤感，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。大妈又恢复了笑容。1个月后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龙舌兰真就开花了，艳丽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，最终高度也达到了3.6米。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都想来沾沾好运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点赞许愿。这道越南美食我保证你没吃过，食材必须提前1周预定。处理食材最关键的工具就是食指和刮胡刀。这道越南美食就是爆炒猪波伊，食材闻起来虽然有些大海的味道，但做好后味道很棒。不信你看大妈吃的一脸享受。清洗至少就需要1小时，去腥3件套稿里头，再切上几个小柠檬，就这么使劲揉搓，接着把食指插到里面反复搓洗，必须把残留的白浆都清理干净。老表的手法也是相当娴熟，平时肯定没少练习。其实我感觉切开洗的会比较彻底，至于老表为啥这样洗，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这个手感吧。挨个捅了几分钟，看起来确实白净了不少。接下来就要用刮胡刀把毛刮干净，否则吃到一嘴毛还是挺影响兴致的。就这样完成了食材的初步处理。接下来起锅烧水，放上几根小芹菜去腥。焯过水的猪波伊看起来饱满了很多，捞出来过遍冰水，顺便再清洗一下，这样做出来更脆爽。接着切成厚厚的薄片，挤上辣椒酱，用手抓匀，简单腌制一下。接下来起锅烧油，葱姜蒜爆香，倒入猪波伊翻炒，期间加上几片杨桃，大火翻炒。临出锅再撒上灵魂香葱，这么一道越南美食就做好了。有一说一，看着还不错，当地讲究以形补形。接着让大妈尝了尝，大妈挠了挠屁股，意犹未尽的表示还不错，建议艾特你那爱吹牛波伊的朋友也来试试。对来说呢，下面这个大妈就正常多了。鸡蛋连壳一起吃，一天要吃1斤蛋壳，大妈已经吃了10年。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啊，直接连皮吃。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，哈密瓜，带皮吃，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。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？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果壳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啊，2口就能吃下1个。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。没想到啊，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，拿起蟹壳直接开灶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啊还是生的好吃。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？真的是奇怪。到目前为止，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啊，即使是榴莲它也是带皮哦，这个没有。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，有营养，而且自己很健康。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。原来啊，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，没想到胃里一下她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。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。一定要吃的话，最好中午吃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，他把洗洁精当沐浴露，白醋当洗面奶，食用油拿来护肤，还说比护肤品好用。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。护肤3部曲安排上，第一步往毛巾上挤入洗洁精，接着往全身涂抹，脸上也不能少，拿水一冲，第一步完成。接着倒出白醋，均匀的涂抹在脸上，拍打拍打促进吸收。最后一步往皮肤上涂抹食用油，保湿又美白。他说白天要用玉米油，晚上用花生油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果然很光滑。这样一套下来的话，就可以上烧烤炉了。不仅如此，大爷刷牙也要用白醋，说可以消菌杀毒，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。至于牙膏嘛，有别的用处。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，接着就开始洗头了。你别说，泡沫还挺丰富的。大爷说这样洗完清爽自然，工作时也要
随身带着白醋，没事就要拿出来涂一涂。看电视也不能闲着，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，直接把妻子熏走了。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，他还会用食用油自制面膜。不得不说，皮肤看着细腻了很多，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。由于大爷年龄大了，如果继续这样操作的话，皮肤可能会恶化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婴儿车被包了起来，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，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。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，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，这样生活了10年。问他为啥不回家，他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，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。即使在外面，他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白天他又毫无目的的流浪，拿出一盒猫罐头开始吃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。这才看清楚，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一只猫。经过一番沟通，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。他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，里面还有一道防盗门。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，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，甚至包括电饭煲。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，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。然而一夜过去，并没有任何发现，却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。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，惊慌的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。节目组很疑惑，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，说：“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？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。”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。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她决定去医院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，必须尽快吃药治疗。原来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，因为没钱治疗嘛，很快就去世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父亲也去世了。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，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，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，只要在房子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。小伙在大妈的卧室偷偷安了摄像机，正对着床头，拍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。每到半夜3点50，大叔的手机都会准时响，妻子明明就在身边，手机里却传来妻子的声音，一直重复说着在不在，听着像是正在通话。查看手机却没有任何通话记录，起初以为手机有问题，赶紧拿去修，结果手机一切正常。你就说怪不怪吧？这诡异现象搞得老两口心神不宁。最怕的人是大妈，之前还做过噩梦，梦里的人说要把她带走，现在联想起来越想越怕，听到自己的声音就会浑身哆嗦。每天靠吃药才能入睡，怕大家不信，大妈提议在卧室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画面显示3点50，手机准时响起，电话那边还是重复一句在不在，依旧没有通话记录。记者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感觉不像有人在搞恶作剧。记者查看手机，发现手机上方一直有闹钟的标志，点开一看，设置的时间就是3点50。大叔皱着眉头，一脸无辜，说不记得定过闹钟，就算是闹钟，那也不应该是妻子的声音啊。大家点开闹钟铃声一听，就是半夜响起的声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大叔把之前大妈说话的声音录了起来，阴差阳错就设置成了闹钟铃声，一切都是误操作而已。大叔为了健康，每天往膝盖钉钉子，5厘米长的钉子被他硬生生敲进了膝盖，接着用拔罐器对着伤口抽血。问他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，他却说自己在享受，每当感到疲倦时，就会从身上抽血，抽完立马感到异常轻松，下班了抽一管，睡觉前也要抽一管。就这样做了10年，老婆看到他在后背钉钉子，直接吓到腿软，怕他钉死了，说他有次放学过多都站不起来了，为此还在家休养了3个月。然而他却并不在意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在腿上放血不过瘾，直接开始往头上钉钉子，这导致他大量脱发。他却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，更坚信放血疗法对自己有用。然而医生听说后都懵了，说他的想法和方式都是错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钉子损伤了神经，有可能导致瘫痪，而且检查发现他血液里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他根本就没病。下面就没啥好说的了，进行心理治疗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大叔曾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吃过很多的药。再后来他觉得自己体内药物残留严重超标，认为自己的血不干净，才想着用拔罐器抽血来放毒。不过还好，大叔最后意识到自己的危险行为，回家就把拔罐器砸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用运动代替了放血疗法，生活步入正轨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们用胶带把大姐的眼睛遮了起来，接着让大姐做数学题。他们只是想求证一件事，因为这大姐说自己有3只眼，即使遮住双眼，仍然可以看东西。说着就要展示自己的绝技，戴上特制的眼罩开始读报纸，结果还真一字不差地读了下来。而且大姐还上过电视，被多家媒体报道过。难道真的有特异功能？大家决定换一种测试方法，先在角落偷偷画了几个图形，然后让大姐照着画出来。没想到还真难不倒她，众人都叹为观止。大姐表示自己这属于第6感，能感受到周围磁场的细微变化，平时在家都蒙眼打扫卫生，就是为了不断训练第6感。不过呢，凡事要讲科学，毕竟眼罩是大姐自己准备的，说不定里面就有猫腻。于是节目组现场制作了一个眼罩，又用胶带把她双眼遮起来，现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光线。那先来道计算题吧。计算过程中，大姐表现得很奇怪，她始终侧着身子，不停转头，
好像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。他解释说要用一侧的鼻孔感受数字。这时大家开始怀疑他的真实性，随后想到一个绝对不会作弊的方法，直接把黑色胶带贴在眼睛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缝隙了。那么好，测试继续，在距离他3米的位置举起扑克牌，让大姐猜手上拿的是什么。这时大姐突然开始发功，一阵手舞足蹈后，什么都没猜出来。大姐却要求休息片刻，说能量用完了。只见她不停地大口吹气，片刻后就看到胶带被她偷偷吹出来一条缝隙。接着大姐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为了防止她透过缝隙偷看，记者把扑克又举高了一些。大姐仰着头又是一阵比划，说记者拿的是一张小卡片。随即记者偷偷丢掉扑克，比了个数字3。这下他通过缝隙也没看清楚到底是数字几，随便说了个数字4。知道自己回答错误后，大姐突然说自己头好痛，第6感能量已经耗尽，今天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。随后匆匆离开了现场。这就没啥好说的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，省流，骗子。他只是简单吃个炸酱面。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，大家都觉得他有病，因为他往面里加了一大勺白糖，又甜又咸的口感让他流连忘返。大爷还一本正经地表示，炸酱面就应该是甜的才好吃，说加白糖是为了健康，这是什么鬼道理？大爷在村里很出名，出门前必须在兜里装几10块糖，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，自己的嘴巴永远不会闲着，随时随地来一颗。他说每天都要吃60颗，可以说除了睡觉就是吃糖，但糖果只能算是开胃菜而已。又到饭点了，大爷打开了糖罐子，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，做了个白糖拌饭，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。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，他连泡菜都要蘸糖吃，这谁受得了？说来也是奇怪，每天吃这么多糖，大爷身体却很健康，从不吃糖的妻子却得了糖尿病，真是造化弄人啊。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咖啡消消食，里面又加了8勺糖，搅拌搅拌一饮而尽。就这种喝法，他每天都要喝5杯，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，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。妻子一直想不通，应该是老伴得糖尿病才对啊，造化真是弄人了。话说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？大爷轻蔑一笑，说自己的牙早就掉光了，10年前就用上了假牙，反正不是自己的牙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嘿嘿。大爷说之所以吃糖都是为了健康，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不得不戒掉了烟酒，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。好消息是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，坏消息是吃上瘾了。大爷说自己吃了这么多糖，不仅没事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尽管已经80岁了，身体却很健康，血糖也查了，心电图也看了，还真没有任何问题，也没有的糖尿病，就是血压有点高，总体看来还是糖果影响的。医生说如果能减少糖的摄入量，身体会更健康。不过这建议大爷并不接受，说自己都80了，活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自己开心最重要。说完拨块糖放嘴里，潇洒地离开了医院。这猫有个怪癖，连医生都大为震惊，它1日3餐只吃泡菜，而且必须要够辣，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，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。主人受不了了，从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，小白闻了闻，几口就吃完了，看起来一片泡菜根本不够吃。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，给他做了个泡菜拌饭，但小白很挑剔，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，1粒米饭都没吃。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，刚捡回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吃，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，他竟然2眼发光，一直叫个不停，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。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，难道韩国的猫也都喜欢吃泡菜吗？随后节目组做了个实验，分别准备了4种食物。现在第一只猫登场了，只见它来回闻了闻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猫粮。第2只猫闻了闻泡菜，看起来味道不错呀，然后就选择了旁边的鱼罐头。接着一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，它直接就奔向了猫粮。你看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猫就应该吃猫粮吗？最后到小白出场了，他都没看一眼猫粮以及鱼罐头，对着泡菜就开始干饭。主人觉得泡菜太辣吃多了不好，于是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，结果小白闻了一下连连后腿。小白心想，洗过的泡菜能叫泡菜吗？随后竟离家出走了。等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垃圾堆里吃泡菜，吃得满嘴通红。小白为啥对泡菜这么情有独钟呢？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？主人带他来到宠物医院，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小白身体却很健康，只能说他天赋异禀。不过呢，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。主人也很听话，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，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没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。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，做个正经猫咪吧。大叔每次做饭要先洗一盆碎玻璃，洗完再加上几勺白糖，直接就端上了餐桌，放着一桌菜不吃，他却只想吃玻璃。老婆怕他吃死了，想让大叔吃一块玻璃就上一口菜，但大叔根本不听，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。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满2个啤酒杯，现在还越来越离谱，上班都要带着满满1杯玻璃碴子，没事就赶紧拿出来吃一块，走到哪都带着。下班后就去玻璃店挑选零食，挑挑拣拣弄了一大袋，回家还要根据口味给他们分类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医院的点滴瓶是他的最爱，吃起来酥脆有嚼劲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不过呢也很爽口。记者忍不住问他，
到底为啥要吃玻璃呢？没想到大叔却反问起了记者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喝酒？为什么要抽烟？喊嘎叽嘛，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”这把记者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大叔，你冷静点啊喂！来到晚上，大叔去聚餐，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直接把酒杯给吃了。老板说，每次他来吃饭，饭店酒杯就会少好几个。酒足饭饱后，大叔也终于说出了吃玻璃的原因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那件小事。当年大叔还是个初入职场的毛头小伙子，刚签了一个大合同，正在陪客户吃饭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。这话伤了大叔的自尊，一气之下吃起了酒杯。就这样一吃还吃上瘾了。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体真的健康吗？没想到啊，大叔却在医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。医生直接吓得不敢看，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仪器检查吧。检查发现大叔其实有肠道问题，医生说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导致的。虽然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，但还是要停止这种行为，否则会导致肠梗阻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，就在她拔牙回家后，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的，足足有20颗，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。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，仔细一看差点吓死。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类牙齿吗？牙医看了一眼，说不仅是人类牙齿，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。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，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，从形状上判断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，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。一听说是乳牙，大爷很不理解，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，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？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？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。10号这天，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。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，自己记性不好，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。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。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接着来到牙医诊所，调出了监控，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这房子是他们租的，1年前才搬进来的，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。大家瞬间醍醐灌顶，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。接着联系到了房东，一问才知道，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大妈每天买一只公鸡，却从来不吃，一到深夜就把鸡放在陌生人的店门口，连续4年从未间断。店主说从来没见过真人，刚开始也没在意，直接就吃掉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都能收到1只，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店都没收到过鸡，这很明显和自己有关。他吓得不敢再吃，这很像是一种诅咒啊！怀疑是同行嫉妒自己的生意，恶意放在这里的。店主决定把自己经营的中餐厅改成面馆，并把菜单中关于鸡的菜品全部下架。即使这样，每天早上鸡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店主更慌了，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放鸡的人。一直等到深夜，监控中出现一位可疑人员，他神色慌张，四处张望，确定没人后，放下鸡转身迅速离开了。店主吓得不敢说话，因为这人他之前就认识，好像就住在这附近。大家检查了沿街所有监控，果然发现了他的行踪，最后走进了一栋公寓。大家决定在公寓楼下蹲点，等了整整1天，在傍晚时分终于等到了大妈。大家赶紧追了上去，质问大妈为啥要这么做，但大妈一口否认，简单丢下一句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接着快速跑开了。记者一路追，大妈终于顶不住了，说出了2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。这是啥意思呢？原来是大妈认为来韩国工作的人不容易，看到中餐厅就有种莫名的好感，觉得应该帮助来韩国的中国人，分享一点自己的爱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在大家的撮合下，大妈和店主终于见了面，沟通下来，误会解开了。店主现在可以放心经营中餐厅，大妈也不用以这种怪异的方式继续散播爱了，省流。我觉得像剧本。小伙在大叔脸上闻了又闻，甚至连医生也忍不住闻了起来。只因大叔体味实在奇葩，他干活要随身带1瓶酱油。这还没完，他又用酱油兑水，直接拿鼻子喝了起来，说是可以清洁鼻腔。你还别说，这么一套下来，大叔整个人都变得很有精神，确实对皮肤有一定好处，但还是建议少用，毕竟味道不是很好闻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这个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馆，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，实际上是专门来打印美女照片的。大姐生孩子不去医院，却来到了按摩店，让技师疯狂按压肚子，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，怀了3天就要生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3天前，她因为胃痛来医院，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，原来她并不是胃痛，而是马上要生了。大姐直接懵掉了，才知道自己早就怀孕了。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，由于工作原因，夫妻俩已经分居7个月了，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，这要怎么解释呢？丈夫甚至怀疑她外面有人了，不过医生给出了解释，说大姐也是怀胎10月来着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大姐说虽然肚子确实大了一点，她就单纯的以为自己胖了，还特意去做了减肥按摩，
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。就算是这样，那肯定有一些怀孕的症状吧？就比如例假肯定没有了吧？大姐说例假确实一直没来，但自己这方面一直不规律，所以也没在意。不得不说，大姐心是真大。后知后觉的大姐非常自责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。不过意外还是出现了。生产过程中脐带缠住了宝宝的脖子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，最终大姐顺利生产。孩子有个这样的妈，能活下来还真是个奇迹。狗狗趁老婆怀孕，每天偷偷出门干坏事，主人好奇的给它带上摄像机，谁都想不到拍到的画面简直不忍直视。小白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门，直到第二天才屁颠屁颠的回来，看着满脸疲惫，身上也脏兮兮的。面对主人的训斥，它直接闭上了眼睛。主人很好奇它这一天都干了什么，于是在他脖子上挎了个摄像机，主动放他出去。等他回来后，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到底拍到了什么。只见他一出门就奔向了屋后小树林，一路翻山越岭，来到一户人家，就看到一只小母狗热情的迎了上来。小白上去就用舌头打了个招呼。院子里另一只小母狗也不能冷落，也是一顿甜言蜜语。本以为故事到此就结束了，没想到小白只待了2分钟，又来到了第3只小母狗身边。看起来这些都是他女朋友。主人这才知道为啥他每天都很累，每天爱的供养，这也太潇洒了吧。这还没完，接着他又去见了另外2个女友，每见一个都要温存一段时间，妥妥的渣男了。5个女友都是白色的，本以为他偏爱白色，没想到还是肤浅了。不同肤色的他也毫不在乎。这只小黄狗也是他女朋友，小白自己也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假装睡着了。妻子小黑很绝望，知道你渣，没想到这么渣。但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主人决定带小白亲自去见见他的女朋友。据这家主人说，小白每天都会来，并且跟自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仔。不仅如此，小白在其他地方的孩子更多，只要他去过的地方都有他的孩子。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，小白又看上了一只小黑狗，但主人这次可不惯着他，强行带回了家。主人决心让小白做个好老公，禁止他外出，好好和老婆在一起。为了营造气氛，主人还给他们搭建了婚房，让他们重新培养感情。小白显得很沮丧，他的快乐没有了。大妈去看中医，大夫直接让他掀起衣服躺床上，用红外线灯照肚子，但大妈的肚子并没有病，有病的是她的嘴巴，一天24小时都要张着嘴，一旦闭上就会不停打嗝，憋气都不好使，完全不受控制，差不多每分钟就要打20个，连续打嗝让她呕吐不止，严重时还会吐胆汁，就连吃饭都无法正常吞咽，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整夜无法安心睡觉。医院也去看过了，都找不到病因，甚至有医生以为她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妈只能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但没有任何改善。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大家带她来看中医，一番望闻问切后，对大妈进行了红外线照射。就这样操作下来，奇迹发生了，大妈停止了打嗝，甚至还小睡了一回。大夫说这就是典型的焦虑症，压力过大导致的。那到底是啥压力呢？这时大妈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工作，只能一直吃老本，而且理财投资也亏得一毛不剩。一气之下，焦虑抑郁涌上心头。刚开始只是心率过快，慢慢就变成了不停打嗝。不过呢，最后在中医的帮助下，他终于恢复了正常。看来还是中医牛啊！大叔每次开车都要先去趟墓地，也并不是他想去，而是导航每天带他去。明明前面就到家了，导航却要求掉头。那行吧，节目组决定跟着导航看看究竟。一伙人步行来到导航目的地，结果目的地就是一座坟墓。大叔倒也不慌，说这是自己母亲的坟墓，1年前去世的。不过这事还是蹊跷的很，从村子的地图上看，坟墓距离家的位置很近，会不会是导航本身出了问题呢？大家找到维修师傅检查，并没有发现导航有任何问题。大家又测试了其他牌子的导航，结果都导航到了坟墓，导航没有问题，那就很有可能是信号问题。毕竟家在山沟里，信号肯定不太好。专家也说信号不好的话，导航结果会有1公里左右的偏差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大家导航了村里其他地址，结果都准确无误的到达。一时间关于灵异导航，街坊四邻是议论纷纷，还有人说是他母亲对现在的目的不满意。毕竟是走进科学，咱们还是得搞清楚怎么一回事。大家找到了村长，村长说大叔母亲的墓地原来也属于村里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被划分了出去。说到这里，大家终于找到点头绪，接着来到测绘局咨询。电子地图上显示，他家原来的地址编号现在成了坟墓所在山头的编号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导航地址没有及时更新导致的。看吧，又一次带大家走进了科学。